在影院看唐山大地震时，影片开始了，蜻蜓飞出后，旁边就有哽咽声。起初我非常不理解，为什么影片才开头就有人哭了？电影继续才知道，原来蜻蜓的反常正是地震的前兆。动物们知道即将发生什么，可人们并不知道。许多人像往常一样入睡，但却再也没能看到第二天的阳光。他们为什么会哭？就是因为经历过这惨绝人寰的恐怖景象。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7.8级强震，短短23秒，整座城市被夷为平地，24万多人死亡，16万人重伤，4000多个孩子成了孤儿。这短短的23秒，让唐山变成了人间炼狱，哭喊哀嚎不断，整座城市被阴霾笼罩。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人们会屈服。在接下来的1-2天里，最早钻出废墟的幸存者们立马展开了自救。之后还活着的唐山人中，大部分都是被亲人、同事和邻居救出来的。当时的情况往往是一个自己挣扎出来的人决定了周围几十个人的命运，而这几十个人又决定了另外数百人的命运。也正是他们自发组织的救援，救起了一个又一个幸存者。驾驶着满载伤员却被砸得破烂的汽车，摇摇晃晃地开出唐山遗址。在有关抗震救灾的材料中记载着这样一件事：一辆卡车满载伤员开往玉田县，车子行走得十分困难，车轮时而歪向左边，时而歪向右边，上坡时冒着黑烟，艰难攀爬。当车终于到达玉田县城时，伤员们陆续被抬下车。这时有人招呼驾驶员下车休息，可是喊了半天都没有回应。打开驾驶室门，所有人都惊呆了，司机居然也是一个重伤员，头顶血红一片，肚子上有一个大缺口，肠子都挂了出来。当人们想把他扶下车时，才发现他已经死了。驾驶室满地都是血，而唐山人民就是在这样的情景中艰难又顽强的自救。但好在唐山并不孤单，此刻来自全国的救援力量都在全力奔赴灾区，无数辆载满士兵的解放牌卡车承载着一个个希望，在道路上排成了一条条长龙。来自全国各地的200多个医疗队、1万多名医护人员以及不计其数的人民解放军，在唐山的废墟上展开了救援。我们不知道当时的唐山人民是如何挺过来的，也不敢去想象。现如今的唐山又恢复了往日的繁荣，但我们不会忘记那些英雄的救助，缅怀逝者，英雄永存。在电影《唐山大地震》中，很多人认为母亲对不起王登，但是他真的做错了吗？在1976年的时代背景下，大多数家庭都是重男轻女的。从一个小细节就能看出来，王登家其实也是这样。弟弟先吃了一个西红柿，结果到了晚上又说要吃。妈，我惦着吃西红柿。姐姐不高兴了。妈，方大都吃了，我也要吃。没了，妈明儿给你买去。可没想到地震来了，姐姐和弟弟被压在一块石板底下，一块水泥板压着俩孩子呢，这头是闺女，那头是儿子。小儿子这边都压住闺女那边，小闺女那边都压住儿子这边。你快拿个主意吧，只能救一个呀。作为一个母亲，肯定是都想救的。求你们了，求救啊！可是在这种进退两难的情况下，自己的丈夫已经死了，她想把方家的香火传承下去，所以选择了弟弟。但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母亲只听见了弟弟的哭喊，却没听见姐姐的声音。她不知道废墟下的女儿是什么处境，只能救一个的情况下，母亲也只能选择还能出生的弟弟。在弟弟呼救时，她也并没有马上就让人救弟弟，因为她想要看看姐姐是什么情况。你姐呢？你姐在你旁边了呗？母亲一直都想救下2人，她一个都不想放弃。2个都得救啊！哎呀，那是直到救援队要去别处时，她才用几乎不可闻的声音做出了决定。救哪个？重男轻女是有的，但让一个母亲选择只救一个孩子，她能怎么办呢？如果可以一命换一命，我相信她愿意牺牲自己救出女儿，可是不能啊。妈妈，对不起。妹妹的饰演者张子枫在采访时也被问过这个问题。被压在底下那场戏，就是挺可怜的。因为最后嘛，妈妈却选择了弟弟，就是这样子说着都有点想哭，就有点想不通，干嘛要选弟弟啊？我也是你的孩子呀，就是老想这么想。可母亲能怎么办呢？手心手背都是肉，我不知道她做出选择时内心有多么悲痛。这个选择也导致她一辈子都活在了痛苦